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之道，我是吴玉安。就在刚才，我刷到一条让我头皮发麻的消息。2026年刚开年，特斯拉的股东们全票通过了一份堪称人类商业史上最疯狂的对赌协议。他们要给马斯克一份10年期的天价薪酬，总额是多少？你们猜？1万亿美元。对，你没听错，就是1万亿美元，后面整整12个零。我给大家算笔账，这笔钱平均到每天，马斯克一睁眼就有27亿美元进账，每秒赚3170美元，就是你眨一下眼的功夫，人家一台最新款的手机就到手了。什么概念呢？这笔钱相当于整个沙特阿拉伯全国老百姓辛辛苦苦干一整年的 GDP 总量，更是日本全年经济产出的1/4。如果我们普通人想把这笔钱花完，每天挥霍500万美元，也得从明朝中期开始花，一直花到现在还没花完。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对现在的马斯克来说，钱早就不是钱了，那只是一串数字。这份薪酬计划本质上是一张全体股东联合签发的未来创世授权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的新能源汽车战场早就血流成河了，中国车企像下饺子一样崛起，价格战打到白菜价，利润薄得像一张纸。特斯拉过去的先发优势正在一点点被磨平，所以股东们根本不是在奖励马斯克的过去，他们是在赌一个明天，赌马斯克能用这笔钱亲手搭建起一个全新的科技帝国，为我们推开下一扇人类文明的大门。有意思的是，就在这份协议通过前一周，马斯克刚刚在一个全球顶流的播客节目里，一口气聊了3个多小时。这场被业界封为未来生存指南的对话里，他抛出了3个让全球精英都坐不住的预言，而这3个预言直接关系到屏幕前每一个人的钱袋子、饭碗子，甚至你老了以后过什么日子。今天这期内容非常干，我建议大家先点赞收藏，我们马上进入正题。了解马斯克的朋友都知道，这个人从来说一不二，他吹过的牛，最后基本都实现了。当年全世界嘲笑他不懂造车，结果特斯拉从零起步，硬生生把丰田拉下马，成了全球市值最高的车企。当年所有航天专家都说火箭回收是天方夜谭，结果他的 SpaceX 用可回收火箭把发射成本砍到了脚脖子，重写了航天规则。当年所有人觉得电动车续航到头了，结果他的4680电池直接把续航干到了1000公里以上。所以当这样一个用现实改写教科书的人开始认真谈论未来的时候，我们普通人真得竖起耳朵听。他现在说的每一个字都不是空谈，而是在给我们这些普通人指路，告诉我们未来5到10年哪里是坑，哪里藏着金矿。接下来我就带大家把马斯克的这3个预言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一起看清2026到2030年这关键的5年里财富流动的真相。哪些东西会变得一文不值？我们年轻人该怎么活下去？我们爸妈和咱们自己攒的退休金该怎么保住？今天都会给你讲得明明白白。马斯克的第一个预言就直接捅破了很多人财富观的窗户纸。他毫不客气地指出，从2026年到2030年，有3类我们过去觉得非常稳妥的资产会慢慢变成废纸，不仅不会增值，反而会像黑洞一样悄悄吸干你的血汗钱。是哪3类呢？就是传统的中低档的商办楼，非核心城市地段的老破小房子，还有我们手上正在用的普通手机、电脑这些电子产品。肯定有朋友要拍桌子了，写字楼和住宅不是最稳的吗？怎么可能变废纸？别急，这个预言的背后是一股我们所有人都正在经历，但可能还没完全意识到的滔天巨浪。科技革命带来的生活生产方式大洗牌，以及全球经济格局的深度重构。我们先说第一类，传统的中低端商办楼。问题的根子出在办公，这个概念本身正在被颠覆。随着 AI 工具遍地开花和远程办公技术的成熟，公司对实体办公室的需求正在断崖式下跌。2025年的数据已经显示，全球有 45% 的企业允许长期远程办公，像科技、金融这些脑力密集型行业，比例更是超过了 60%。马斯克预测到2030年，这个数字会突破 80%。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大量不上不下的写字楼会面临租客跑光、空置率飙升的噩梦。尤其是那些位置偏、楼龄老、
没有智能办公系统的老古董会彻底沦为无人问津的水泥空壳。现实的数据已经透心凉了。就拿台北市来说，2025年非核心商圈那些中低端商办楼的空置率已经飙升到了 28%， 比2020年直接翻了1倍。有些楼的租金回报率甚至跌破了 2%， 比你去银行存个定期利息还低。这还不算完，更致命的打击来自元宇宙办公。现在很多先锋公司已经开始在虚拟世界里盖总部了，成本只有实体办公室的1/10，但全世界的员工却能随时随地面对面开会协作。这种趋势一旦普及，对传统写字楼将是灭顶之灾。我认识一位住在新北市的陈先生，他的经历就是活生生的例子。2022年，他看中了板桥区一间商办楼，以每平28万新台币的价格咬牙买下，总价1400万，想着当个包租公，靠租金安稳过日子。结果从2024年开始，租他办公室的小公司们一个接一个的退租，改成全员居家办公了。陈先生那间办公室整整空了8个月才租出去，新租金从原来的每月 4.5 万暴跌到3万，算下来收益率连 2.6% 都不到。更让他睡不着觉的是，到了2026年初，他周边同类型的写字楼业主都在恐慌性抛售，成交价比最高点跌了 35%。他现在是想卖都卖不掉，挂了牌根本没人来看，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不动产，真的动不了了。马斯克说得很直白，未来的企业要么完全虚拟化，要么只要最好的实体空间，那就是位于城市核心区，拥有顶级智能系统和豪华配套的精品写字楼。而那些中低端的商办楼，因为无法满足新时代的办公需求，最终会从资产变成负资产，甚至出现白菜价甩卖，还送装修都没人要的奇观。再看第二类，非核心区的老旧住宅，这里有2个无法逆转的趋势在绞杀它的价值。第一个是人口结构，我们台湾地区的生育率2025年已经跌到了 0.89， 是全球最低的地方之一。这意味着未来需要买房、租房的年轻人会越来越少，接盘侠不够了。与此同时，老龄化越来越严重，2025年65岁以上的老人已经占了总人口的 22%。那些没有电梯、没有无障碍通道的老旧小区，老年人根本住不了，也看不上。第二个是居住需求的升级，现在的年轻人买房租房看什么？看有没有智能家居系统，看小区绿不绿，环不环保，看通勤方不方便。那些在偏远地段，房子质量差，周围要啥没啥的老破小，年轻人正眼都不会瞧一下。最后是第三类，普通电子消费品，这是一个贬值速度会快到你心惊肉跳的领域。马斯克预测2026到2030年间，普通手机、电脑、家电的生命周期会缩短到只有6个月，也就是说，你刚买的最新款，半年后可能就过时了。但这还不是最恐怖的，真正的降维打击来自脑机接口。2026年1月，马斯克旗下的 Neuralink 公司宣布，今年就要启动脑机接口设备的大规模生产，而且配套的手术方案将接近完全自动化。这个像硬币一样大的小设备，里面集成了芯片和无数比头发丝还细的电极，由外科机器人精准植入大脑，它能让你直接用意念控制一切。到2025年9月，全球已经有12位志愿者植入了这个设备，累计使用时间超过15万小时。他们能用意念玩马里奥赛车，能操控机械臂写字画画，甚至能通过思维直接交流。马斯克畅想，将来人们可以通过这个设备直接下载知识、观看电影、与他人进行心灵沟通。到了那一天，我们手里的手机、电脑、平板就会像当年的 BP 机、收音机一样，彻底沦为电子垃圾，送人都没人要。事实上，贬值潮已经开始了。你现在去二手市场看看，一台全新的中高端手机，用1年再卖，价格直接腰斩。等到脑机接口开始普及，这个贬值速度还会像火箭一样往上窜，最终让这些电子产品变得一文不值。讲完了哪些资产要贬值，我们来看马斯克的第二个预言。这个预言直接瞄准了我们年轻人，或者说所有需要工作的人的饭碗。他警告说，2026到2030年，全球就业市场会发生一场大地震，海量的传统工作岗位会被 AI 和机器人无情取代。年轻人要想不被时代抛弃，必须做好2件事。第一，
构建跨领域的知识体系。第二，打磨那些 AI 永远也学不会的核心能力。这个预言不是危言耸听，它的背后是 AI 和机器人产业一日千里的狂奔。权威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有 30% 的传统职业会消失，在台湾，这个比例可能高达 35%。首当其冲的就是制造业流水线、基础服务业和行政文员这类重复性高的工作。我们先说第一点，构建跨领域知识体系。未来的职场不需要只懂一门的专才，而是需要能打通多个领域的通才或者复合型人才。因为所有单一、重复的脑力或体力劳动， AI 都能做得比你快、比你好，还不用休息。但那些需要融合不同领域知识和经验来解决的复杂问题， AI 目前还难以攻克。举个例子，未来顶尖的 AI 工程师不光要懂写代码，还得懂点神经科学，了解大脑怎么工作，懂点数据科学，甚至懂点心理学，这样才能设计出真正懂人心、好用的 AI 产品。再比如，一个优秀的理财顾问，不能只懂金融产品，还得看得懂宏观经济走向，摸得清产业政策变化，跟得上科技潮流，这样才能给客户真正靠谱的财富建议。新竹科学园区的一位张同学就吃过了单一技能的亏，他是台湾大学计算机系的高材生，本以为靠着一手漂亮的编程功夫找工作易如反掌，结果2025年毕业求职时却屡屡碰壁。他发现现在科技公司招程序员，不仅要你会写代码，还要求你懂 AI 算法，会大数据分析，了解云计算。他因为知识面太窄，在面试环节一次次被刷下来。后来他幡然醒悟，花了1年时间恶补 AI 和大数据知识，考下了相关证书，还主动参与跨领域的项目积累经验。1年后，他成功进了一家顶尖的 AI 公司，月薪达到了15万新台币，比当初的预期高出了一大截。所以马斯克提醒年轻人，一定要尽早主动地打破自己的知识壁垒。学金融的不妨了解一下科技前沿，学工程制造的可以学点管理知识。你的知识地图越广阔，你在未来的职场上就越不可替代。再说的2点，打磨 AI 无法替代的核心能力，这是咱们人类守住阵地的最终防线。无论 AI 多强大，有些根植于人性深处的东西，它是永远学不会的。具体来说，就是创造力、批判性思维、同理心、深度沟通能力和领导力。AI 可以模仿莫奈的风格画画，但它无法从零创作出一个全新的艺术流派。AI 可以给你1万份数据分析报告，但它无法像人类一样对数据和结论进行深刻的批判性质疑，提出颠覆性的问题。AI 能识别出你在生气，但它无法真正理解你为什么伤心，更无法给你一个充满温暖的拥抱和感同身受的安慰。这些基于情感、道德和复杂社会认知的能力，才是我们未来在职场中真正的护城河。你需要锻炼自己提出全新创意的能力，需要培养自己深度思考、质疑一切的精神，更需要学会如何与他人建立真诚的情感连接，带领团队走向共同目标。马斯克的3个预言可能让很多正在为退休做准备的朋友心头一紧。他明确指出，2026至2030年，全球会迎来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大潮，钱贬值的速度会大幅加快。如果你的退休金还像过去一样，老老实实的全部存在银行，或者买点低风险的保守理财，那么这些钱会在不知不觉中变成废纸，根本支撑不起你想要的晚年生活。这个预言的背景是眼下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经济格局。2026年开局，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全球供应链依然脆弱，而美联储为了刺激经济，很可能延续降息的步伐。这一系列因素叠加在一起，就像给通胀这团火不停的添柴加薪。根据台湾经济研究院的预测，2026年我们这里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涨幅可能会达到 2.8%， 相比2025年的 1.48%， 几乎是翻倍上涨。尤其是吃的、用的、加油这些基础消费，涨价会更明显。可是你回头看看，现在台湾银行1年期定存的利率大概只有 1.5%， 那些低风险的理财产品，年化收益也就 2% 到 2.5%， 算笔简单的账，物价涨 2.8%， 你的钱增值只有 2%， 这意味着你的购买力每年都在悄无声息地缩水 0.8%。
10年下来，你退休金的实际价值会打一个大折扣。高雄市的王爷爷就是个令人心疼的例子。他退休前是公务员，一辈子省吃俭用攒了300万新台币的养老金。他觉得银行最安全，就把所有钱都存成了定期。可这几年通胀一来，他感觉日子越过越紧巴。2023年300万在高雄还能买套小旧房子，到了2026年，物价飞涨，一斤猪肉从80块涨到160块，一升汽油从30块涨到60块。他手里的300万购买力严重缩水，现在可能只够买个车位。本来计划靠这笔钱舒舒服服过15年的，现在算下来能撑8年就不错了。那怎么办呢？坐等退休金变成废纸吗？当然不是。马斯克指出的核心出路在于，你必须改变退休金的存放方式，进行多元化的资产配置，别再把所有鸡蛋都放在银行存款这一个篮子里了，要学会把一部分钱配置到能抗通胀的资产上去。结合目前最专业的投资理念，我给大家提供一个核心加卫星的资产配置思路，你可以用它来搭建自己的退休金防御公式。所谓核心资产，就是你养老金底座，要稳，要能抗风浪。这主要包括2类，一是黄金、白银这些贵金属，二是那些分红稳定，像老黄牛一样可靠的高股息股票或者宽基指数 ETF。我们先看贵金属。2026年的市场，黄金和白银性格很不一样，可以概括为黄金稳坐中军帐，白银冲锋打游击。根据咱们中国央行公布的数据，到2025年11月，国家的黄金储备已经连续13个月在增加，总量达到了7412万盎司。这不仅是我们在买，全球很多国家的央行都在抢购黄金。北京师范大学的万泽教授分析说，在美联储降息，实际利率走低的大背景下，黄金的保值属性就凸显出来了。再加上世界各地冲突不断，黄金的避险价值又被点燃，双重力量在推着金价往上走。有专家预测，2026年黄金的价格中枢可能会涨到每盎司5000美元，如果遇到极端情况，甚至可能摸到6000美元的高度。在台湾，我们普通人买黄金很方便，可以去银行或者正规的金店买实物、金条、金块，也可以直接在证券账户里买卖黄金 ETF。黄金 ETF 门槛低，想买想卖都很灵活，是咱们普通人抵御通胀的定海神针。至于白银，因为工业需求大且供应不稳定，价格波动比较剧烈，像性格激进的前锋，只适合那些能承受较高风险的朋友。普通家庭配置的比例最好不要超过总资产的 5%。再看高股息股票和宽基 ETF， 像一些大型银行、公用事业公司，比如水电燃气，他们的股票分红率常年能保持在 5% 左右，既防御性强，又有不错的现金流回报。对于我们大多数不太会选个股的朋友来说，更省心的办法是定投像台湾50 ETF、台湾加权指数 ETF 这样的宽基指数基金。你不用操心哪家公司好，你买的是整个台湾优秀上市公司的集合。通过定期、分批的买入，可以平滑掉市场短期的涨跌波动，稳稳地赚取市场长期增长的平均收益。数据不会骗人，台湾50 ETF 过去10年的平均年化收益率达到了 5.7%， 远远跑赢了定存利率和通胀率，是让退休金保值增值的利器。说完了稳健的核心，我们再看看卫星资产。这部分钱是追求更高增长潜力的骑兵，可以适当配置一些代表未来方向的资产，比如人工智能、脑机接口、新能源这些领域的成长型股票或者主题 ETF。 它们的波动大，但想象空间也大，可以用一小部分资金去搏一个更好的未来。除了调整资产配置，马斯克还特别提醒我们普通人2件事：一是要保持理性的投资心态，千万别看别人赚快钱就眼红跟风，不要用赌徒的心态去理财。投资前一定要清楚自己能亏多少钱，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别为了高收益把养老本都搭进去。同时要学会见好就收，当股票、基金这类权益资产赚了 10% 到 20% 的时候，可以考虑分批卖掉一部分，落袋为安，别让贪心把到手的利润又吐回去。二是手里一定要留有救命钱，把未来3到6个月的家庭日常开销放在货币基金或者超短期的理财产品里，
随时能取用。这是为了应付突然失业、生病住院这种突发状况。有了这笔应急资金，你就不至于因为急用钱而被迫在股市低点卖掉你的投资资产，造成永久性的损失。最后，吴玉安还是要提醒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投资有风险，理财真的需要谨慎。我今天分享的所有分析和建议，都是基于公开信息和专业逻辑的探讨，仅供参考。具体的每一步该怎么走，你一定要结合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家庭财务状况，审慎地做出决策。希望我们都能在马斯克这些预言的提醒下，提前看清潮水的方向，做好自己的财富规划和职业布局。在2026到2030年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里，不仅能够生存下来，更能活得精彩，实现自己心中所想。我是吴玉安，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对你有启发，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健康之道。我希望不仅能陪你管理好财富的健康，更能一起收获身心的健康，让我们有底气、有从容地度过这个变革的时代，一起积累属于我们自己的踏实而长久的幸福。